盘点游戏中的冷知识，第一个，小伙伴们，我们都知道水和岩浆相遇的话，就会变成岩石块。以前经常会用这个特性来做刷石机，但是要是你做这么一个十字架的装置，让2个水和2个岩浆同时融合，那你就会得到一个铜合金矿石，是不是非常的好玩？第二个，众所周知，在游戏中，不管你从多高的地方跳进水里都不会扣血，但是其实还有其他方法也能不受伤，比如在地上放上一张床，只要在掉下去的瞬间立马睡到床上就不会扣血。有没有小伙伴还知道其他的方法呢？第三个，喷射塞子这个道具可以在游戏里抓方块、抓人、抓怪物，但是它也不是万能的，比如基岩、硫磺金沙、传送方块，这些方块都没法把它给抓过来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还有哪些东西抓不起来吗？盘点老版本的冷知识，第一个，小伙伴们，我们都知道，新版本的过山车不管是在空中、在水中，甚至在岩浆里都可以行驶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老版本中同样有过山车，那它可以在水里行驶吗？ A 能， B 不能。3秒后公布答案。正确答案是 B 不能，因为老版本的轨道根本没办法铺在水里。第二个，玩过老版本的小伙伴们应该知道，老版本中有3种苹果，分别是野苹果、闪金苹果和飘香苹果。那它们有没有区别呢？都有什么区别呢？3秒后公布答案。正确答案是有区别，野苹果可以恢复2点饥饿度，闪金苹果可以同样能恢复2点饥饿度，同时在180秒内能免除 20% 的近战伤害。飘香苹果就更牛了，能免除 40% 的近战伤害。第三个，老版本中有一种怪物叫做岩浆怪，也就是新版本中的熔岩巨兽，除了名字以外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。新版本中有一把武器叫能量剑，在老版本中叫钻石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分别使用这2把武器攻击2种不同版本的怪物，它们能承受的次数一样吗？3秒后公布答案。正确答案是承受的次数不一样，新版本怪物能承受8次能量剑的攻击，而老版本的怪物能承受9次攻击，比新版本多了1次。盘点游戏中的冷知识，第一个，小伙伴们，我们都知道，游戏中删除了很多的道具，其中就包括老版本的工具台，取而代之的就是面前的这些工具台。虽然现在的工具台比以前的更加好看和实用，但是耐不住我还是更喜欢以前的工具台。那有没有办法让以前的工具台回来呢？那答案当然是肯定的，我们只需要拿出创造晶体激活不完整的工具台。你们看，一个老版本工具台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，是不是特别神奇？第二个，在老版本中，要是想驯服野人伙伴，那我们就得先生火烤肉，等野人过来吃了以后跳舞，再使用巫术鼓槌把它驯服，驯服完以后还得喂它吃的给它工具才行。但是在新版本中，直接在道具库里添加了野人伙伴的生物蛋，这样我们在创造模式直接就可以召唤出来，非常的方便。第三个，我们都知道门在游戏中经常会用到，越高级的门制作起来越麻烦，但是如果你在空中第3个的位置放一个感应方块，然后你随便拿出什么门放在下面都能刷出来，这样你只需要制作1扇门就能拥有无数的门。盘点老版本的冷知识，第一个，众所周知，在新版迷你世界中，要是想让植物快速生长，那只能给它们使用奥利给。可是在老版本，我翻来覆去也没有找到奥利给这个道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老版本中使用什么道具能让植物快速生长？ A 蜘蛛腿， B 牛奶瓶， C 白色骨粉， D 岩浆。3秒后公布答案。正确答案是 C 白色骨粉。有多少小伙伴答对了呢？第二个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不管是创造模式还是生存模式，新版本的工具箱都能打开使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老版本同样有工具箱，
那它在创造模式下能够打开使用吗？ A 能， B 不能。3秒后公布答案。正确答案是 B 不能，在老版本中创造模式下是无法打开工具箱的。第3个，在新版本中，要是觉得熔炉火不够旺，烧得不够快，可以在熔炉旁边放一个黑龙雕像，让火变得更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老版本中没有黑龙雕像，那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版本的熔炉变旺呢？盘点游戏中的3大冷知识。小伙伴们，我们都知道，迷你世界的过山车可以在轨道上行驶，而且在空中也可以行驶。那你们知道吗？过山车还能飞天。首先，我们拿出任意方块，像我这样搭建一个狗洞，接着拿出轨道，一边放在狗洞里，另一半放在外面，然后我们在上面放一辆过山车推过去，接着我们再放一辆过山车坐着开过去。最后，我们把头上的方块敲了。你们看我坐着过山车直接飞了起来，牛不牛？经常玩生存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，游戏中的熔炉可以用来燃烧矿石，但是速度非常的慢，每次都要等个老半天。那有没有办法让它烧得快一点呢？那答案当然是有啦。其实只需要在熔炉的旁边放个熔岩雕像就行了。你们看，里面的火一下就旺起来了。而且不光是石炉，对铜炉、密银炉也是同样有这样的作用。小伙伴们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看，子弹在这里一直转，但是最后子弹还是会发射出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时候要是被子弹击中，还会产生伤害吗？盘点游戏中的冷知识。第1个，玩过海洋版本的小伙伴应该都发现了，道具库中已经没有草块了，只剩下土块和蒙眼星草块。可是我们在游戏中却能看到遍地的草块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能做出草块了吗？那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制作草块很简单，首先我们放出一个土块，用铲子把它耕一下，再放上一个贝壳，最后把贝壳敲了。你们看，一个草块就出现了，神不神奇？第2个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游戏中有2种海神像，一种是破的海神像，一种是完整的海神像。那怎么能让破的海神像变完整呢？其实特别简单，我们只需要开贝壳找一个珍珠就行了。有了珍珠以后，就能直接激活神像，是不是特别的好玩？第3个，第3个，都说新版本的硬沙块被删除了，其实并没有，它只是改了个名字，它的名字改成了水泥块，功能也没变，使用彩弹枪可以给它换色。盘点游戏中的冷知识。第1个，小伙伴们，我们都知道，迷你世界中的年糕吃了能让人变小，而游戏中的饺子吃了能让人变大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要是吃了饺子变大以后再吃年糕会发生什么呢？3秒后公布答案。正确答案是，要是2种一起吃的话，那就会变得比原来的大小大一点。第2个，众所周知，岩浆是具有超高伤害的液体，一碰到就会立马受伤。而游戏中的水虽然没有岩浆那么高的伤害，但是在水里待久了也会扣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熔岩巨兽作为地狱里最强的怪物，要是它掉入这2种液体会扣血吗？3秒后公布答案。正确答案是，熔岩巨兽不管掉进岩浆还是水里都不会扣血。第3个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在老版本中，虽然炸药桶周围有仙人掌，但是爆爆弹依然会靠近炸药桶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仙人掌改版以后，爆爆弹还会靠近炸药桶吗？3秒后公布答案。正确答案是，仙人掌更新以后，爆爆弹仿佛变聪明了，有仙人掌就不会靠近炸药桶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都答对了几个？盘点游戏中的冷知识。第1个，小伙伴们，我们都知道，树只能生长在土里面，而且只能向上生长。但是如果今天我告诉你，树其实也可以向下生长，你知道吗？首先我们在空中放一个方块，方块旁边放一个转轴方块和一个草块，放好以后使用铲子在上面种一棵树，
种好以后，把转轴方块调一下，最后放上开关启动。你们看，现在树不就向下生长了吗？第二个，众所周知，游戏里的怪物见到人类玩家都会一直追着你发动攻击，特别的可恶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要是我们打一下野人猎手，然后让野人猎手的长矛攻击到野人，这样他们两个就会互相残杀，根本不需要我们出手解决他们，是不是特别的好玩？第三个，我想让小伙伴们来教我一下如何破鸡眼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哪些破鸡眼的方法呢？可以在评论区教教我吗？盘点老版本的冷知识。第一个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面前这个石头是不是特别的熟悉？原来需要用到它来制作传送门。版本更新以后，它的名字叫雕纹砖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老版本它叫什么名字呢？3秒后公布答案。正确答案是传送门框。看到这个传送门真的是好怀念呀。第二个，细心的小伙伴们肯定发现了，老版本的沙子变成了黄沙，不仔细看的话，确实和原来的沙子没什么两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新版本的黄沙和老版本的沙子有什么区别呢？3秒后公布答案。正确答案是，老版本的沙子具有物理特性，没法在空中悬浮，而新版本的沙子却可以。第三个，众所周知，新版本的牛奶是用玻璃瓶装的，那在老版本中，牛奶用什么装的呢？